俄乌战争2月份打到现在，可以说是惊喜不断。此前一直不被看好的乌克兰，凭借着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军事援助，现在已经进入全面反攻阶段。而看起来无比强大的俄军，却逐步显现出了其外强中干的一面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关于俄乌战争的讯息，火力军讲的实在是够多的了。今天我们换换口味，将目光从东欧地区转到西太平洋地区。美国的战略核心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，拜登时代更是升级为印太战略。而台海区域作为美军在西太平洋方向上的防卫重点，其周边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力量，从海面上的第7舰队到陆地上的多层防空雷达，构建了一套层层阻遏的防御反击网。本期节目为大家详细解读台海地区的美军实力到底有多强。美国在赢得冷战后的30多年来，其战略重点从2极争霸错走到了局部治安战，但随着近10年来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的迅速崛起，美国才重新确立了大国竞争才是国家战略的基点。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从奥巴马时代开始，在特朗普时代强化，如今的拜登政府则继续加强，现在的说法是叫印太战略。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隶属于印太司令部，而这也是美军中历史最久、责任面积最大的一个司令部。美国在全球成立的6大战区司令部中，印太司令部的作战重点最为特殊，由于管辖地区大部分为海洋，因此在该地区的对抗设定中，制海权与制空权是主体，其中保证制空权是决定胜败的关键。在现代的大洋上，失去了制空权，也就失去了制海权。即使是航母打击群，其主要进攻性力量也是依靠数量庞大的舰载机，因此西太平洋地区美军的空中力量在作战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美国在西太平洋区域的对手在空中力量上基本以苏系战机为主，装备最多的是苏27和苏33，以及它们为原型的衍生机种，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隐身战机。美军方面，从第一岛链以内的西太平洋区域，在这一区域的美国空中力量包括陆基和海基，陆基是驻扎在日本、韩国和关岛的美国空军，海基则是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航母，以及可搭载 F-35B 的两栖攻击舰。美国空军有8大主要基地，其中驻扎在韩国的美国空军，由于主要防范对象是朝鲜，因此可能不会卷入台海战事。第7舰队的航母现有常驻横须贺的里根号，另外在必要时可得到第3舰队的卡尔文森号、斯坦尼斯号、罗斯福号以及尼米兹号这4艘的增援。而可搭载 F-35B 的两栖攻击舰中，有常驻佐世保的黄蜂号以及好人理查德号，有必要时可得到第3舰队埃萨克斯号、拳击手号、马金岛号和美国号的增援。作战飞机方面，美国空军主要为 F-15E、F-16以及 F-35A， 以及在日本提前部署的 F-22。美国海军主要为 F-18E、F 和少量的 F-35C， 美国海军陆战队则是 F-18C、D 和 F-35B。该地区一旦发生军事冲突，美军的 F-16和 F-15E 将主要负责防空与近岸巡逻， F-22和 F-35负责制空权夺取。这意味着加手纳基地的 F-35A 和增援的 F-22打主力。F-22虽然已经完全停产，数量定格在187架，但目前为止依然是最先进的4代战机，其态势感知能力强大，无论是超视距作战还是近距格斗性能都很优秀。除此之外，空战荷载也很高，弹舱内可携带6枚 AIM-120 和2枚 AIM-9X， 完全就是个毫无短板的6边形战士。唯一缺点是 F-22 数量太少，真正的主力还是要靠 F-35A。F-35A 是为对地攻击而优化的，本质上算是战斗轰炸机。F-35A 的短板在于速度和机动性，其最大速度只有 1.6 马赫，在高速进入和退出战斗时可能吃亏。另一个缺陷是机内载弹量，在空战配置下只能搭载4枚 AIM-120。F-15E 则是 F-15的深度升级，极大地强化了态势感知能力，并增加载弹量。在空战配置下可携带16枚 AIM-120， 并可根据需要混合携带 AIM-120 和 AIM-9X。无论是超视距作战还是近距离格斗性能都很优秀。在面对隐身战机时，可用作导弹武库机，在 F-35和预警机的引导下发挥超视距火力优势。台海上空发生交战后， F-35凭借强大的数据链系统作为战场的情报指挥控制节点， F-22 凭借更为出众的隐身能力作为刺客游走战场。
在最关键时刻给予致命一击。近年来，美国空军一直在演练配合作战，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作战中 ，F-35A、F-15E 构成口袋阵， F-15E 在口袋底构成阻击线， F-35A 在口袋侧构成埋伏线， F-22 则在口袋口担任游击线。F-22 利用速度和隐身优势侦察敌情，指挥 F-35A 设伏和 F-15X 阻击。这样的伏击与阻击的结合对于美军的对手是致命的，即使装备有隐身战机也不便贸然冲进去。隐身战机之间的对抗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，某种意义上就像潜艇之间的对抗一样，谁都没有100%全身而退的方法。而美军的航母战斗群也同样适用这样的战术，只是 F-22 扮演的角色换成了 F-35C， 担任阻击的换成了 F-18E-F 战机。对于美国海军而言， F-35C 和 F-18E-F 战机的搭配不再简单化地将前者定位于对地反舰攻击，后者定位于舰队防空。这两款战机都在设计时就具有双用途能力。F-35C 侧重护航对地反舰攻击， F-18E-F 侧重于兼有对地反舰攻击能力的舰队防空。在航母舰队的防空作战中，可以用 F-35C 前出打伏击， F-18E-F 打阻击，或者用 F-18E-F 前出作为诱饵，将对手引入 F-35C 的伏击圈。最后则是两栖攻击舰所搭载的空中力量 F-35B。 由于吨位和出动率的限制，两栖攻击舰不可能组成太大的空中力量，难以成为单独的作战力量，更多是用作陆基和航母空中力量的补充。由于 F-35B 的双用途特性，这样的小股力量可以担任偷袭、佯攻、伏击、侧翼警戒与平护，当然也可以直接编入陆基和航母的主攻编队来加强攻防力量。F-35B 的空战能力与 F-35A 和 C 型相同，对地对舰攻击能力则受到载弹量限制略有降低，航程和机动性也比 A 型和 C 型略有降低，但好处是可以部署得更加分散，增加作战上的灵活性和生存力。大吨位航母具有更高的抗打击力和出动率，但分散部署更不容易被一锅端，这才是最大的生存力。两栖攻击舰最大的问题在于不能搭载固定翼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。没有加油机对 F-35B 的航程有影响，但没有预警机就对舰队的生存有影响了。直升预警机只能救急，性能远远达不到固定翼预警机的水平。不过在西太平洋战区，马润的 F-35B 可以得到陆基预警机的支持。美国在西太平洋区域的对手在空中力量上基本以苏系战机为主，装备最多的是苏27和苏33，以及它们为原型的衍生机种。即便装备有隐身战机，在美军口袋阵的层层阻击之下，也很难取得多少战果。而基于航母的海基的空中力量，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，都要显著弱于美军。因此一旦爆发战争，美军的对手不会傻乎乎地用空军与美军硬碰硬。相对于空中力量的差距，对手在导弹方面是与美军差距最小领域，因此会更多地选择使用导弹进行饱和式攻击。在应对导弹的攻击方面，美军的几种主要和常规拦截系统有如下几个体系：陆基和海基的宙斯盾系统，陆基的萨德系统以及爱国者系统。西太平洋的美军第7舰队目前常驻有10艘配备宙斯系统的防空舰艇，其中包括3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7艘伯克级驱逐舰。此外，日本还有8艘宙斯盾舰，韩国也有4艘左右世宗大王级。其配备的宙斯盾系统管控的导弹主要是标准系列拦截导弹，除此之外还有海拉姆近程防御系统和密集阵等，甚至还包括已经实战化部署的激光武器。就标准系列导弹而言，目前射程和射高最大的是标准3 Block 2A 型，射程在2500公里以上，射高在1500公里以上。从2020年后半年开始，标准3 Block 2A 也可以拦截洲际弹道导弹，其已经多次实验成功并进入实战部署。其次是标准6拦截导弹，目前最新的是标准6 Block 1B 型，射程500公里，射高200公里，速度达到8马赫左右。这与萨德拦截导弹的综合数据相当，都负责在大气层顶缘及150到180公里的高度拦截导弹，主要拦截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的末端以及中程弹道导弹的终端。标准6 Block 1B 和萨德导弹在大气层内飞行的速度都远超5马赫，因此都是毫无疑问的超高音速导弹。最后是标准2拦截导弹，其射程射高和陆基爱国者相当，
负责拦截大气层内和中近程目标。总体而言，宙斯盾标准系列拦截导弹形成了从太空至大气层顶缘到大气层内，从远程到中近程的综合拦截体系。近程防御，宙斯盾还有海拉姆密集阵以及最新的激光武器，能击毁中小型低速导弹和战机。其中一艘搭载了激光武器的杜威号就部署在日本，由此形成了完备度非常高的综合体系。陆基反导方面，该地区有在韩国和日本部署的萨德系统，以及台湾乐山部署的铺路爪雷达系统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萨德系统，其配套的拦截导弹综合性能参数和标准的6 Block EB 相当，但萨德拥有更为强大的陆基 X 波段雷达，理论探测范围4-5千公里，精准探测距离最少在2000到2500公里，而位于日本的海基的大型球形 X 波段雷达性能更加强悍，精准探测距离在5000公里以上。萨德结合在台湾部署的铺路爪，实现了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全覆盖，重点区域至少还2层重合覆盖。针对导弹来袭的主要区域和方向，还有爱国者雷达以及其他专用雷达对准和覆盖。爱国者系统负责大气层内和中近距离防空拦截，其射程最大300公里，射高最大100公里左右。爱国者配套拦截导弹的最大特点就是过载极大，达到了恐怖的40到50个 G， 专门针对即将击中目标的高机动导弹，在作战范围之内基本能应对苏系所有现役导弹和战机，对其超高音速导弹也能拥有一定拦截效率。并且在反导系统的具体运作方式上，美国与苏系武器也不同，基本都是点对点直接撞击的动能拦截，只要撞上要么直接摧毁，即便擦上也会让其来袭导弹和弹头完全失去准头。而苏系反导系统直到最新的 S500 还是破片杀伤拦截，这个效率可直接参照此次俄乌战争，乌克兰用老旧的海王星反舰导弹和远点短程弹道导弹击沉击伤10多艘俄罗斯黑海舰队军舰，其中相当的导弹都被破片击中，但还是落到和击中目标并引起爆炸。破片拦截和动能拦截的差距可以说是代差，从雷达的锁定和指挥到导弹在极短时间的姿态矫正和控制，美国的反导系统全面优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手。从上面列出的这些军事力量对比，很明显可以看出美军在该地区的绝对优势。一旦发生战争，对手很大程度会陷入攻击无效、全程挨打的局面。当然，这只是依靠纸面数据给出的猜想。真正的战争不确定性因素有很多，你们认为还有哪些因素没有考虑到？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